部队明明禁酒，为什么女兵乌云刚进部队就肆无忌惮的喝酒呢？甚至蒋小鱼还吃着海鲜配着酒。要知道，展大鹏几人第二天可是要参加跨国演习的，当天晚上竟然在这光明正大的吃海鲜、喝小屁屁，这跟部队里全面禁酒的铁律形成强烈反差。但事实上，这些片段并不是胡编乱造的。拍摄2012年之前，部队里还没有统一的禁酒令，仅只是靠内务条令稍有约束，在非战备时都可以适量饮酒，但新兵管理比较严格。剧中的蒋小鱼几人是因为被下放到了海训场，而且还有刘小山和邓九光驻守，属于特殊岗位地区，管控就相对比较宽松。而火蓝刀锋的拍摄时间是2011年，播出时间是2012年，所以不管是哪个时间，禁酒令都还没有统一实行。所以剧中的喝酒画面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反而是真正还原了部队里的真实画面。你瞧瞧隔壁的许三多，整部剧30集恨不得29集都在喝酒，所以火蓝刀锋还算是收敛点了。而说到女兵乌云，她在剧中可以算是一个特情角色，民族身份的象征，她每一处饮酒的细节都会推进剧情。哪来的酒味啊？有吗？没有到吗？乌云，你这水壶里该不会装的全是酒吧？我家自己酿的，喝吗？看过这部剧的都知道，张冲的暗恋对象乌云来自蒙古的大草原，是草原上的神枪手。而在蒙古族文化里，酒并不是饮品，反而是粮食和精神寄托。因为草原上的环境太恶劣，冬天还长，所以在蒙古族狩猎时必须用酒来暖身子，所以剧中的乌云才会理直气壮地跟队长叫板：我喝不醉，我保证不会喝醉，保证不影响训练。你这酒壶里的酒度数可不低呀，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喝醉？我跟大哥放羊，半天就能喝完一壶，从来都没有醉过。再加上乌云在剧中跟张冲是 CP， 两人性格相似，不仅十分好强，还倔得很，甚至为了证明女兵不比男兵差，还剃了光头。你说就这种倔驴的性格，再加上当时没有正式的禁酒令，谁能管得住他喝酒啊？没错，刘小山能管得住。我也特别愿意喝这个，特别甜。卫生队3块6，别喝太多，长胖了。剧中前期乌云酒壶被发现没收，病倒后要用酒当解药，也并不是夸张，这就是生理依赖的作用。就好像手机前的你，如果突然戒酒戒烟，你的心情也会变差，而且会精神有点萎靡。这种时候，只要给你来上一口，就能让你立马回魂。我这么一讲，大家应该就理解乌云了吧？他在剧中饮酒的作用，就是超越自我的故事成长线。否则后期到了海训场，刘小山和邓九光除了射击，还真没什么别的能教他的了。现在我们再看蒋小鱼在海训场吃海鲜喝酒的镜头，看似是散漫的孬兵在违反规矩，但实际上就是场地的特殊性。海训场远离主营区，没有封闭式管理，每天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，完全靠自觉。而且平时的任务说是看场子，但那里800年都没一个人来，日常任务就是捡垃圾而已。所以捞点海鲜喝点酒对他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。反观展大鹏几人，一看到海鲜和啤酒瞬间来了兴趣，胡吃海喝，全然忘记第二天有跨国演习的重要任务。这反而说明了兽营里的管理多么苛刻。来，哎呦，大王爷，太棒了！那个兄弟们，以后但凡肚子没有水，就来咱海训场，得嘞，管够吃，使劲造。剧中无论是乌云喝酒还是蒋小鱼吃海鲜配酒，其实本质上都是军旅剧呈现的必然选择。有很多人都有个误区，能播出来的军旅剧就证明它不是纪录片，只是尽可能在还原部队，并不可能100%做到真实还原。乌云喝酒符合蒙古族文化，符合2012年还未统一管理的背景。蒋小鱼吃海鲜喝酒更是符合海训场特殊场景，用海鲜啤酒招待战友，也符合他浑身社会气的草根人设。直到2017年史上最严禁酒令正式颁布后，明确了所有单位、所有时间段都一律禁酒，所以后期的军旅剧、特战荣耀、王牌部队等就再也没有了任何饮酒的片段，严格贴合了现实部队纪律。最后我也有个疑问，八郎和乌云不是老乡吗？都是蒙古族草原上长大的，为什么乌云靠酒当粮食，反而八郎滴酒不沾就爱吃奶糖呢？有没有看透这部剧的兄弟给我个答案。